我被儿媳妇下毒活埋到断子绝孙底，老黄牛正断3根缰绳刨坟救我，可我爬出来后不是报官，竟是当着全村人替凶手说了谎，因为我怕儿子会打光棍，结果换来的却是7次不死不休的谋杀。我老伴走得早，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，为了让他学门手艺，我当了祖传3代的金镯子，送顺子进了鲁木匠的门。顺子争气5年就出了师，后来经媒人介绍娶了邻村的柳如烟。她刚进门的前3个月，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，天不亮就做饭，晚上还会给我端洗脚水，见了村里人就笑，嘴甜得像抹了蜜一样。可我不知道，这笑脸背后藏着淬毒的刀。第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是他总问那只金镯子，听说你以前有个金镯子。他一边摘菜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我，当了，给顺子交学费了。我如实回答道。他手里的菜叶子啪地掉在了地上，随后抬头看我的眼神第一次没了笑意。当了？怎么就当了呢？那可是传家宝啊！他语气里满是惋惜，眼里却闪着怀疑的光。我没往心里去，只当他是觉得可惜。现在想想，他以为我把金镯子藏起来了，不愿意给他。没过多久就彻底变了副模样，先是嫌菜里没有水，动不动就摔碗摔筷子，然后开始指桑骂槐，对着老黄牛骂骂咧咧，光吃草不干活，跟个老废物似的占地方。老黄牛跟了我12年，听得懂人话，每次被骂他都低着头，眼里淌下浑浊的泪，但我忍了，我怕顺子在外面干活心里难受。再说男人要是被媳妇甩了，在村里就抬不起头。我咬着牙，把所有委屈都咽进了肚子里。顺子每次回来问家里怎么样，我都笑着说好着呢。如烟孝顺得很，你就放心吧。柳如烟站在旁边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冷笑。她知道我不敢说，这个软肋她一捏就是一辈子。那天顺子接到镇上一个大活，要去7天，她前脚刚走，柳如烟后脚就变了个人，杀了家里唯一的下蛋鸡后，又买了鱼买了肉，做了满满一桌子菜。娘，以前是儿媳不懂事，惹您生气了。她端着一碗鸡汤，恭恭敬敬地递到我面前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，往后咱娘俩好好过日子，我一定孝敬您。我当时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我以为她真的良心发现，改邪归正了。可我接过碗，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后，突然天旋地转，肚子里像有1000万把刀子在绞，疼得我直打滚，口吐白沫。柳如烟蹲下来，用手指探了探我的鼻子，然后她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面无表情，随后走到门口，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，2个黑影从墙头上翻了进来，是刘麻子和王二混子。人搞定了。刘麻子搓着手，眼睛瞟着桌子，搞定了。柳如烟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，她把银子扔给他们，连夜抬到后山乱葬岗，埋深点，别让人发现。王二混子蹲下来，摸了摸我的脉搏，脸色一变，哎，他还活着呢，心跳还挺有力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柳如烟冷冷地说道，埋深点，闷也闷死了，别多管闲事。我当时还有意识，只是动不了，也说不出话。我听见他们的话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，怎么也想不到，我掏心掏肺对待的儿媳，竟然真的要置我于死地，连条活路都不给。他们把我抬上一块门板，用被子裹得严严实实，就这么抬着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山走去。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顺子，娘对不起你，娘不能看着你生娃当爹，不能陪你到老了。他们在后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，挖了一个浅坑，就把我扔了进去，土一铲一铲地盖在我身上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闷，我快要喘不过气了。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一声牛叫，那声音又急又悲，像疯了一样穿透了黑夜。是老黄牛，是我家的老黄牛来找我了。老黄牛是在我被埋下去半个时辰后正断缰绳的。柳如烟用了3根拇指粗的麻绳把它拴在柱子上，可他不知道，这头牛当年为了救我老伴，曾经正断过手腕粗的铁链，从狼嘴里抢过人。他猛地一挣，3根麻绳同时断成了2截。老牛撞开大门后，循着我的气味一路往后山狂奔。他知道我在哪里，能闻到我的味道，找到我的坟后立刻低下头，用蹄子拼命刨土，土块飞溅，石头划破了他的蹄子，鲜血直流。可黄牛一刻也不停，刨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急。7小时后，坟包已经被刨开了一大半，棺材的一角已经从土里露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天蒙蒙亮了，有村民早起时分，远远看到后山有牛在刨坟，吓了一跳，他转身就往村里跑，要去告诉顺子和柳如烟。柳如烟一夜没睡，正坐在堂屋里心神不宁。他听到村民的喊声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脸色瞬间惨白。不好，那头死牛竟然在刨坟，他心里暗骂。就在这时，顺子从镇上回来了，正好走进院子，他提前1天完工，想给我和柳如烟一个惊喜。柳如烟看到顺子，立刻扑上去，嚎啕大哭：顺子，你可回来了，娘她没了，昨天晚上突发恶疾，我连夜找人把她葬在后山了。顺子的脸一下子就白了，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。你说什么？我娘没了？怎么可能？是啊。柳如烟哭得浑身发抖，捶打着自己的胸口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今天早上就没气了。我正准备去叫你呢，可刚才有人来说，那头疯牛正在后山刨娘的坟。什么？顺子一听，疯了一样往后山跑。柳如烟跟在后面，嘴角露出一抹阴狠的笑，她要当着顺子的面把这头牛打死，永绝后患。顺子跑到后山，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刨坟的老黄牛，他浑身是泥，蹄子淌着血，还在拼命地刨着。老黄，你干什么？顺子大喊一声，冲了过去。老黄牛看到顺子，停下了蹄子，对着他焦急地叫。他用头指着棺材，又刨了2下土，想让顺子看，可顺子当时沉浸在丧母之痛里，根本没明白。柳如烟趁机跑过来，指着老黄牛大喊：你看，这头牛疯了，竟然刨娘的坟，太不孝了，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，今天必须打死他。老黄牛对着柳如烟发出愤怒的低吼，眼睛都红了。他想冲过去顶柳如烟，可顺子一把拉住了他的缰绳。老黄，别闹。顺子红着眼睛说，娘已经走了，你再这样我就真的生气了，知道吗？老黄牛看着顺子，急得直跺脚，眼里淌下了眼泪。他想说话，可他说不出来，只能不停地叫。柳如烟在旁边煽风点火，顺子，你看他都疯成这样了，留着他说不定还会伤人，赶紧拉去卖了吧，卖给镇上的张屠户，杀了吃肉，省得他再捣乱。顺子看着老黄牛，心里也有些犹豫，这头牛跟了他们家12年，他也舍不得，可他刨了娘的坟，这在村里是大逆不道的事。而且柳如烟说的对，他现在看起来确实疯了。好吧，顺子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拉去卖了吧。老黄牛听到这话，浑身一颤，不敢相信的看着顺子，他使劲挣缰绳，想挣脱开继续刨坟，可顺子死死的拉着他，不让他动。柳如烟立刻找来一根更粗的绳子，把老黄牛拴得牢牢的，他牵着老黄牛往镇上的屠宰场走去。顺子跟在后面，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心里
难受，既难受娘的死，也难受老黄牛的结局。很快，他们就到了镇上的张屠户家。张屠户杀了30年牛，手法利落，远近闻名。张师傅，这头牛您给看看，给个价。张屠户围着老黄牛转了一圈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脊背。这牛太老了，肉柴不值几个钱，5两银子，要卖就留下，不卖就拉走。柳如烟连价都没还，立刻点头，5两就5两，但您得今天就杀，我急用钱，越快越好。张屠户点了点头，从墙上取下了那把磨得锃亮的屠刀。柳如烟收了银子，看着张屠户磨刀，这才放心的走了。他以为老黄牛今天必死无疑，再也没人能救我了。顺子也跟着走了，他不忍心看老黄牛被杀的样子。张屠户磨好了刀，提着刀走到老黄牛跟前。老黄牛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叫，安安静静的站着。就在张屠户举起屠刀准备砍下去的时候，老黄牛突然前腿一弯，直直的跪在了地上。张屠户举刀的手顿住了，愣在了原地。他杀了30年牛，杀过几百头牛，从没见过牛下跪。老黄牛抬起头看着张屠户，浑浊的眼里满是泪水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滚了下来。然后他张开嘴，发出了沙哑的像人一样的声音：求你先别杀我，我主人有难，我得去救他，过后要杀要剐，我都回来任您处置，绝不反悔。张屠户的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听见牛说话，吓得腿都软了。他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罢了罢了。他说：我张老三杀牛30年，从没放过一头，今天就为你破一次例，你走吧，去救你的主人。老黄牛听到这话，立刻给张屠户磕了3个头，然后他猛地挣断绳子，转身冲出了屠宰场，一路狂奔，朝着后山的方向跑去，四蹄生风。他的蹄子还在流血，每跑一步，地上都留下一个血印。可他不管不顾，跑得像疯了一样，只想快点救我。再说顺子，他回到家后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老黄牛从来都很温顺，怎么会突然刨娘的坟呢？而且他刚才看他的眼神那么焦急，那么悲伤，不像是疯了，倒像是有什么急事要告诉他。还有柳如烟，他今天的反应也太奇怪了，娘死得太突然了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让他见，而且他那么急着要杀老黄牛，好像怕老黄牛说什么。顺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心里越来越慌，他转身就往后山跑，他要去看看娘的坟到底怎么了。等他跑到后山的时候，正好看到老黄牛又在刨坟，他比刚才刨得更急更拼命，蹄子都快磨烂了。顺子的心猛地一沉，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，难道娘没有死？他迅速冲过去，老黄别刨了，我来，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把铁锹，拼命地挖起土来。老黄牛站在旁边焦急地看着他，不停地叫。很快整个棺材都露了出来。顺子扔掉铁锹，用手去撬棺材盖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一撬，棺材盖应声而开。顺子往棺材里一看，我躺在里面，正睁着眼睛虚弱地看着他。娘！顺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爬进棺材把我抱了出来。我被冷风一击，咳出了一口黑血，终于能说话了。儿啊！我看着他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柳如烟跟在后面，看到这一幕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。村里人听到动静，都纷纷赶来了后山看热闹。看到被刨开的棺材，看到躺在顺子怀里的我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桂兰婶子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是诈尸了？是那头牛刨的坟？你看他蹄子都流血了。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瘫在地上的柳如烟。顺子抱着我，眼睛红得像要滴血，死死地盯着他。柳如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一字一句地问我，娘怎么会被埋在这里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柳如烟浑身发抖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所有人都等着我开口，等着我指证这个毒妇。只要我说一句是他下毒害我，他今天就死定了。村里人会把他打死，然后再扭送官府，千刀万剐。可我张了张嘴，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不关如烟的事，跟他没关系。顺子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村里人也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议论声更大了。娘，您说什么？顺子急的声音都变了。您胡说什么呢？明明是他。别说了，我打断他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是昨天晚上来了2个绑匪，闯进家里抢东西，他们把我打晕就跑了。如烟以为我死了，才把我葬了的。他不知情。什么绑匪？怎么会有绑匪来咱们村？是啊，从没听说过咱们这有绑匪啊。村里人议论纷纷，都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。柳如烟也愣住了，她抬起头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我死死地攥着顺子的手，用眼神哀求他：儿啊，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。你要是把他送官，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，再也娶不到媳妇了。娘不能让你打光棍，不能让你被村里人戳脊梁骨。顺子沉默了很久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对，是绑匪干的。他对着村里人说道：我娘被绑匪打晕了。如烟以为他死了才下葬，幸好老黄牛通人性，刨开了坟，救了我娘。村里人将信将疑，但既然我们母子都这么说，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纷纷骂绑匪丧尽天良。然后大家各自散了，后山又恢复了平静。院子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，还有那头老黄牛。柳如烟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没有道歉，也没有说谢谢，他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没有后怕，只有怨毒，冰冷刺骨的怨毒。我知道我犯了一个这辈子最大的错误，我放过了一条毒蛇，而这条毒蛇接下来会咬我7次。柳如烟安分了3天，这3天她表现得特别好，可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平静，她在观察我，在试探我，看我到底能忍到什么地步。第4天，顺子去邻村干活了，要去3天，结果前脚刚走，柳如烟后脚就变了一副嘴脸，把我的被褥从屋里抱出来，扔到了牛棚里。你不是跟那头老牛亲吗？他抱着胳膊，笑得得意。那你就跟他住一块吧，别再进这个屋了。我看着地上的被褥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反抗，弯下腰把被褥捡起来，抱进了牛棚。我在牛棚的角落里把被褥铺好，就算安了家。老黄牛走过来，用头蹭了蹭我的胳膊，发出低鸣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老黄，委屈你了，以后咱俩就住这儿了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住进了阴暗潮湿的牛棚里。柳如烟不让我进屋，不让我用灶房，不让我用水，她每天只给我送一碗冷饭，有时候是馊的，有时候饭里还掺着沙子，硌得我牙疼。我想喝水，只能去院子里的井边打冰冷的井水。冬天来了，北风呼啸，牛棚里四面漏风，冷得像冰窖。柳如烟还把我唯一的棉袄剪了，说是不小心划破的。我只能裹着一床薄被子，蜷缩在牛棚的角落里。老黄牛卧在我身边，用他温暖的身体给我取暖。我抱着他的脖子，冻得浑身发抖，眼泪无声的流。可我不敢跟顺子说，每次他回来，柳如烟都会提前演戏，他会把我从牛棚里拉出来，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端上热饭热
着菜，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。顺子问我住的怎么样，吃的怎么样，我都笑着说好，好着呢。如烟对我可好了，你就放心干活吧。柳如烟站在旁边，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她甚至当着顺子的面掐我的胳膊，拧我的大腿，我疼得浑身发抖，却还要笑着对顺子说没事。有一次，顺子看到我胳膊上的淤青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是娘自己不小心撞的。柳如烟抢先说道，我都说了让她小心点，她就是不听，真是没办法。顺子转过头看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。我咬着牙点了点头，是我自己撞的。顺子叹了口气，给我留了点钱，让我买点好吃的。可他一走，柳如烟就把钱抢走了，1分都没给我留。老东西还敢藏钱！他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跟顺子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，让你永远说不了话。我的嘴角流出血来，我看着他，心里第一次后悔了。我当初是不是不该替他说谎？是不是不该放过他？而柳如烟见我怎么都不敢跟顺子说真话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他开始变着法的折磨我，想把我活活饿死在牛棚里。那天顺子去县城接活，要去10天。他前脚刚走，柳如烟后脚就把牛棚的门锁死了。老东西，他隔着门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你，你就乖乖饿死在里面吧。等顺子回来，我就说你自己跑丢了，找不到了。我被关在牛棚里，出不去，喊也没人听见。第1天我还能忍着，靠喝雨水度日。第2天我就饿得头晕眼花，嗓子干得冒烟。老黄牛把自己的草料推到我面前，让我吃。我摇了摇头，那是他唯一的口粮，我不能吃。第3天我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只能靠在老黄牛身上。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就在这时，牛棚的门被撬开了，是隔壁的王婆婆。王婆婆是个好心人，早就觉得柳如烟不对劲。她看到柳如烟把牛棚锁了3天，就知道出事了。她撬开牛棚的门，看到我躺在地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桂兰啊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王婆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她把我扶起来，给我喂了水，又回家拿了2个馒头。我吃着馒头，眼泪哗哗的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婆婆，别跟顺子说。我拉着她的手，哀求道，我怕她打光棍，我怕她被村里人笑话。王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骂，你啊你都快被她害死了，还想着她打光棍。她打光棍怎么了？打光棍也比守着毒妇强啊！不行，我不能毁了她的一辈子。我摇着头说。王婆婆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她每天偷偷的给我送吃的送喝的，才保住了我的命。10天后，顺子回来了，柳如烟打开了牛棚的门，她看到我还活着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阴的能滴出水。你命还真硬，饿都饿不死。她咬着牙低声骂道。顺子看到我瘦得不成人样，心疼的不行，眼圈都红了。娘，您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年纪大了，胃口不好。我笑着说，没事，过几天就好。是啊，我每天都给娘做好吃的，可她就是吃不下。柳如烟在旁边假惺惺地说，我都快急死了。顺子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柳如烟，怀疑越来越深，可她没有证据，也只能叹了口气，什么都没说。她去镇上给我买了很多补品，想给我补补身子，可那些补品最后都进了柳如烟的肚子里。柳如烟见饿死我不成，又开始想别的办法害我。这次她找了一个帮手，就是隔壁的光棍老李。老李40多岁，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，无恶不作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早在柳如烟嫁给顺子之前，他就跟老李有关系，只是老李太穷，娶不起媳妇，他才嫁给了老实的顺子。现在他想害死我，然后和顺子离婚，卷走财产。他要跟老李远走高飞，去城里过好日子。第2天晚上，柳如烟趁顺子不在家，溜进了老李家。老李那个老东西命太硬了，饿都饿不死。柳如烟坐在老李的腿上，撒娇的说道：“你得帮我想个办法，快点把他弄死。”老李摸了摸他的脸，嘿嘿一笑：“急什么？慢慢来，反正他早晚都是个死，早1天晚1天都一样。”不行，我等不及了。柳如烟不耐烦地说：“我1天都不想再看到那个老东西，看着就恶心，而且顺子好像已经怀疑我了，再拖就完了。”老李眼睛一亮：“那好办。”他说：“找个机会把他推到井里去，就说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”柳如烟眼睛一亮，拍着手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太妙了，什么时候动手？越快越好，我1天都等不了了，就明天吧。”老李说：“明天顺子去镇上干活，中午的时候你把他引到井边，我在后面推他一把，保证他活不成，谁也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。”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柳如烟高兴地说道：“事成之后，我就跟顺子离婚，然后我们去城里，再也不回这个破地方了，过我们的好日子去。”2人在屋里高兴起来，完全没注意到外面的动静。牛棚里的老黄牛正竖着耳朵，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第2天中午，顺子去镇上干活了，家里只有我和柳如烟。柳如烟走到牛棚，假惺惺地对我说：“娘，天气热，我打了井水，您去洗把脸吧，凉快凉快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他要动手了，该来的总会来。老黄牛也立刻站了起来，挡在我面前，对着柳如烟低吼：“你个死畜生，又想多管闲事是不是？”柳如烟大骂道。他捡起一块石头，狠狠地砸向老黄牛的头。老黄牛被砸中了头，鲜血直流，疼得惨叫一声，可他还是不肯让开，死死地挡在我和柳如烟之间。就在这时，老李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。怎么了？磨磨蹭蹭的，再晚就有人来了。这头死牛挡着路，不让我带他走。柳如烟生气地说：“滚开！”老李拿着棍子朝着老黄牛的腿狠狠打去。“我让你挡，我让你挡，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”老黄牛疼得惨叫一声，腿被打断了，倒在了地上。柳如烟趁机拉着我的胳膊，把我往井边拖去。“走，跟我去洗脸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”我拼命挣扎，可太虚弱了，根本挣不脱他的手。到井边后，柳如烟用力把我往井里推，老李在后面也用力推了我一把，想把我推下去。我身子一歪，掉了下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老黄牛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拖着受伤的腿，像疯了一样冲过来，一头撞在老李身上。老李被撞得飞了出去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柳如烟也被带得一个趔趄，松开了抓着我的手。我抓住井沿，捡回了一条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老黄牛转过头，对着柳如烟和老李发出愤怒的吼声，他的眼睛红得像血，2只牛角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柳如烟和老李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老黄牛追了他们几步，然后跑回来，用头蹭了蹭我的手。我抱着他的头，放声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。“老黄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谢谢你。”他的腿被打断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头上还在流血，可他看着我的眼神还是那么温柔，那么坚定。晚上，顺子回来了，看到老黄牛一瘸一拐的，头上还有伤，又看到我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：“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
么事了？他抓住我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您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柳如烟欺负您了？是不是他想害您？您说啊，儿子给您做主。”我看着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差点就说实话了。可我一想到他会打光棍，一想到他会被村里人笑话，我就又把话咽了回去，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没有，是老黄自己不小心摔的。我刚才去井边打水，差点掉下去，是老黄救了我，不然我现在已经死了。”顺子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，眼神复杂，然后他松开了我的手，淡淡的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他没有再问，可他已经不相信我了。从那天起，顺子开始暗中观察柳如烟，收集证据。他假装像以前一样对柳如烟言听计从，什么都不管。可他会偷偷的在屋里藏一些铜钱，看柳如烟会不会偷。他会假装出远门，然后半路折回来，躲在院子外面。他想看看柳如烟在家里到底都做些什么，和谁来往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了柳如烟和老李的奸情。那天，顺子假装去县城干活，走了不到1个时辰就回来了。他翻墙进了院子，正好看到柳如烟和老李在堂屋里亲热。顺子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攥着拳头，恨不得冲进去把他们2个都打死，但他忍住了。他想看看他们到底还有什么阴谋，他想听听他们到底还想做什么，还想害谁。他躲在窗外，静静地听着屋里的对话，心越来越冷。那个老东西命也太大了，掉井里都没死。柳如烟抱怨道：“下次一定要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，不能再失手了。”放心，老李说：“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绝对不会失手的办法。过几天我们把他弄到后山的悬崖边推下去，摔个粉身碎骨，到时候就说他自己想不开跳崖了，谁也不会怀疑，谁也查不出证据，完美无缺。”好，柳如烟高兴地说：“这次一定要成功。等他死了，我们就把顺子的木匠铺卖了，然后去城里，再也不回这个破地方了，过我们的逍遥日子去。还有顺子呢？”老李突然问道：“他怎么办？”柳如烟冷笑一声，语气冰冷得像毒蛇：“等他回来，发现他娘死了，肯定会伤心欲绝。到时候我再给他下点药，让他也跟着去陪他娘，这样所有的财产就都是我们的了，谁也抢不走。”窗外的顺子浑身冰冷，像掉进了冰窖里一样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他掏心掏肺对待的妻子，不仅勾搭了别人，还要害死他和他的娘。他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，指甲嵌进了肉里，鲜血直流。可他还是没有冲进去，他要等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一个让他们身败名裂、万劫不复、永世不得翻身的机会。柳如烟和老李商量好，3天后动手推我下悬崖。可他们等不及了，因为老黄牛的存在让他们坐立不安。他们觉得只要老黄牛在，就永远害不死我，所以决定先烧死老黄牛，然后再烧死我。那天晚上刮着很大的西北风，天干物燥，一点就着。柳如烟和老李偷偷的抱了很多干柴，堆在了牛棚周围，先烧死这头死牛，然后再烧死那个老东西。柳如烟咬牙切齿，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他们，我看他们还怎么活。老李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火柴，划着了一根，点火，干柴遇到火，一下子就烧了起来，火苗窜得老高，封住火势，火越烧越大，很快就把整个牛棚都吞没了。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把半个村子都照亮了。我和老黄牛被关在牛棚里，出不去，也逃不掉。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，大火烧得我皮肤生疼。老黄牛挡在我面前，用他的身体护住我，不让火烧到我。他的毛被烧着了，发出刺鼻的焦味，疼得他浑身发抖。可他还是一动不动地挡在我前面，像一座山一样。老黄，老黄，我哭喊着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，你自己逃出去吧，别管我了，快走啊！老黄牛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不舍，然后他猛地冲向牛棚的门，用头拼命地撞门，门被烧得滚烫，他的头被烫得滋滋作响，皮肉都焦了。可他还是不停地撞，1下、2下、3下，终于哐当一声，门被撞开了，倒在了地上。老黄牛转过身，用头把我拱了出去，推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我跌跌撞撞地跑出了牛棚，回头一看，老黄牛却没出来，一根烧断的横梁砸中了他的腿，把他压在了火海里。老黄，我疯了一样想冲进去救他，可大火太大了，根本进不去。就在这时，老李一把抓住了我，把我往火里推。老东西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给我进去吧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身影冲了过来，他一拳把老李打倒在地，打得老李鼻血直流。是顺子，他早就回来了，一直躲在暗处看着这一切。他冲过来，把我抱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冲进了火海。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把老黄牛从火海里拖了出来。老黄牛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，浑身都是伤，腿也断了，可他还活着。看到顺子，虚弱的叫了一声。柳如烟看到顺子，脸色惨白，转身就想跑。站住！顺子大喝一声，声音像炸雷一样，震得人耳朵疼。村里的人都被火光惊醒了，纷纷拿着水桶赶了过来。他们看到被烧毁的牛棚，看到浑身是伤的我和老黄牛，看到倒在地上的老李，还有脸色惨白的柳如烟，所有人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义愤填膺地骂了起来。是柳如烟和老李放的火，他们想烧死桂兰婶子，太恶毒了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打死他们，打死这2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村里人纷纷围上来，要打柳如烟和老李。柳如烟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，额头都磕出了血。顺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娘，好好跟你过日子。老李也跪在地上求饶道：“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勾引我，是他让我放火的。”顺子看着他们，眼神冷得像冰，没有一丝温度。饶了你们，你们想烧死我娘，烧死老黄牛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饶了我们？你俩有过一丝一毫的怜悯吗？他转过头对着村里人说：“大家把他们2个绑起来，明天一早扭送官府，让官府来处置他们。”村里人早就恨透了他们，立刻上前把他们五花大绑。那天晚上，村里的人都走了，院子里一片狼藉，只剩下我、顺子还有奄奄一息的老黄牛。顺子蹲在老黄牛身边，给他包扎伤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老黄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老黄牛舔了舔他的手，发出微弱的叫声，像是在安慰他。我坐在旁边，看着被烧毁的
的牛棚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我以为这次顺子会把柳如烟送官，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摆脱她了，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可我错了，我又一次心软了，又一次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第二天一早，就在村里人准备把柳如烟和老李扭送官府的时候，我又一次站了出来，拦住了他们，别送他们去官府。我说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顺子也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愤怒。娘，您说什么？他不敢相信地问。他们昨天晚上差点烧死我们，您还要放过他们？老李是主谋。我说，把老李送官府就行了。如烟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放了他吧。娘，顺子急得大喊，您怎么还护着他？他都害您多少次了？下毒、活埋、饿死、推井、放火，他哪一次不是想置您于死地？您怎么还能原谅他？我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眼泪流了下来。可她毕竟是你的媳妇，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要是把她送官府，你就成了杀妻的男人，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娘不能让你被人笑话，不能让你打一辈子光棍。我不在乎。顺子大喊道，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要这样的媳妇，也不要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娘在乎。我提高了声音，也激动起来。娘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有个完整的家，你要是把她送官府，娘就死在你面前。娘说到做到。我说着就往墙上撞去，顺子一把抱住了我。娘，您别这样，我听您的，我放了他。儿啊，娘对不起你，娘又一次让你受委屈了，可娘不能让你打光棍，不能让你被村里人戳一辈子脊梁骨。顺子最终还是听了我的话，他把老李扭送了官府，老李被判了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乡。而柳如烟，顺子休了他，让他滚远点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我顺子的媳妇，你给我滚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打死你为止。柳如烟从地上爬起来，她看着我和顺子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、疯狂的笑。王桂兰，顺子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她咬牙切齿地说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吧，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。说完，她转身跑出了院子，柳如烟走了。我和顺子终于过上了几天安稳日子。顺子把老黄牛的伤养好了，又重新修了牛棚，他不再出远门，就在村里和附近接活干，每天晚上回来，他都会给我做饭洗衣，陪我说话。我以为噩梦终于结束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可我错了。柳如烟没有走，她一直在村里躲着，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我们万劫不复的机会。半个月后，机会来了，村里来了一个走南闯北的货郎。柳如烟找到了那个货郎，给了他1两银子，他让货郎帮他带一封信给县里的土匪头子黑风，他要勾结土匪来抢我们家，杀了我和顺子，他要让土匪抢走所有的财产，然后他再跟土匪走。那天晚上，10几个土匪拿着刀枪闯进了我们家，把钱都拿出来，不然杀了你们全家。土匪头子大喊。顺子拿起一把斧头挡在我面前，眼神坚定，你们别过来，谁敢过来我就跟谁拼命。小子还敢反抗？土匪头子冷笑一声，兄弟们上，把他砍了，那个老东西也一起杀了，一个不留。土匪们一拥而上，拿着刀枪冲向顺子。顺子虽然会点功夫，可双拳难敌4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很快他就被土匪们打倒在地，斧头也被抢走了。一个土匪举起刀就要砍向顺子的头，要置他于死地。就在这时，老黄牛冲了过来，像一道黄色的闪电，他一头撞在那个土匪的肚子上，把他撞飞了出去。那个土匪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口吐鲜血，爬不起来了。然后老黄牛对着其他土匪发出愤怒的吼声，他的眼睛红得像血，2只牛角在月光下闪着寒光。土匪们被吓了一跳，纷纷后退，不敢上前。哪里来的疯牛？土匪头子大骂，给我砍死他！几个土匪拿着刀冲向老黄牛，要砍死他。老黄牛毫不畏惧，冲上去和他们搏斗，一点也不怕死。他用牛角顶，用蹄子踢，一下子就放倒了好几个土匪。可土匪太多了，老黄牛很快就被砍了好几刀，浑身是血。可他还是不肯后退，死死地挡在我和顺子面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村里的人拿着锄头扁担冲了进来。原来有村民看到土匪进了村，赶紧去叫人了。土匪们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跑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村里的人追了出去，抓住了几个跑得慢的土匪。从他们嘴里，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，是柳如烟勾结土匪来杀我们，抢我们的财产。顺子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了。柳如烟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他带着村里人在村里到处找柳如烟，搜遍了每一个角落，终于在村头的破庙里找到了躲在那里的柳如烟。柳如烟看到顺子，知道自己跑不了了，也知道自己死定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，刺向自己的肚子，想自杀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好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顺子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剪刀，狠狠地扔在地上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他说，我要把你扭送官府，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让你为你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村里人把柳如烟绑了起来，准备第2天一早扭送官府。那天晚上，柳如烟被关在柴房里，顺子派了2个村民看着他，可谁也没有想到柳如烟竟然还有后手，还有人会来救他。他早就买通了村里的一个无赖，让他半夜来救他。半夜那无赖偷偷地溜进了柴房，解开了柳如烟的绳子，快走！无赖说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天亮就走不了了。柳如烟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充满了疯狂和仇恨。我不走。他说，我要杀了王桂兰那个老东西，我要跟他同归于尽，我死也要拉着他垫背。你疯了！无赖说，现在不走，等天亮了就真的走不了了。我不管。柳如烟说，我就是死也要杀了他。他推开无赖，跑出柴房，溜进了我的房间。我当时正在睡觉，睡得很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柳如烟拿着一把菜刀，悄悄地走到我的床边，他举起菜刀，眼里闪着疯狂的光，就要砍向我的头。就在这时，老黄牛冲了进来，像一阵风一样，他一头撞在柳如烟的身上，把他撞飞了出去，菜刀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哐当一声巨响。柳如烟从地上爬起来，看到老黄牛，眼睛都红了。又是你这个死畜生，每次都是你坏我的好事，我先杀了你，我先杀了你这个该死的畜生。他捡起地上的菜刀，朝着老黄牛砍去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老黄牛没有躲闪，他迎着菜刀冲了上去，菜刀砍在了他的脖子上，鲜血流了出来，染红了地面。可他还是没有停下，用尽全力，一头撞在了柳如烟的胸口。柳如烟被撞得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墙上，口吐鲜血。他当场就死了。
死了，眼睛还瞪得大大的，充满了不甘和仇恨。老黄牛也倒在了地上，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不停地流出来，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。我扑过去，抱住老黄牛的头，放声大哭，哭得肝肠寸断。顺子听到动静也跑了进来，看到地上的柳如烟和奄奄一息的老黄牛。老黄牛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顺子，眼睛里满是不舍。他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，又舔了舔顺子的手，然后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他死了，为了救我，他和柳如烟同归于尽了。柳如烟的尸体被官府拉走了，官府判他挫骨扬灰，因为他勾结土匪，蓄意谋杀，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所有的恩怨，所有的仇恨，都随着柳如烟的死结束了。顺子站在我身边，也流下了眼泪，默默地给老黄牛的坟添了土。后来，顺子用他攒下的钱，在镇上开了一家木匠铺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越来越红火。很多人都劝他再娶一个，给他介绍了很多好姑娘，可他总是摇着头说不急，等娘100年之后再说吧。顺子每天都会去菜园里给老黄牛的坟添土拔草，他会坐在坟前跟老黄牛说说话，说说家里的事，说说木匠铺的生意，说说村里发生的新鲜事。